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周访问南太岛国巴新期间，签订一项协议，允许美方可以单独在巴新附近水域检查外国船只。美国海岸警卫队随即在一份声明中直指此举是针对中国船只。近几年，美国频频派高官访问南太国家，以援助来极力拉拢所谓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小圈子。美国为何对南太岛国突然关心起来？为何美国智库认为，对于南太岛国来说，与中国合作更具吸引力？苏晓辉独家解读。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刷存在感，是为了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吸引力。但对太平洋岛国来说，他们当前面临的最现实威胁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是发展滞后造成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根本不愿沦为美方搞地缘政治竞争的棋子。美国外交官亚太时事杂志曾刊文称，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兴趣仍依赖援助外交的官僚作风，而与此同时，中国为南太岛国提供了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从太平洋岛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是授人以渔。而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建立关系的中心议题仍停留在援助，这在南太地区并不受欢迎。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网站日前刊文提醒，对于本地区重新引起世界两大强国的关注，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喜忧参半。一方面，他们对此表示欢迎，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获益；另一方面，他们不喜欢地缘政治竞争可能给本地区带来的影响。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太平洋岛国没有把他们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视为二选一的局面，他们不想成为大国博弈棋盘上的棋子。既然美国政府现在非常关注气候变化，希望与中方进行合作，那就应该放弃地缘政治的这种思考，而看到呢共同利益，包括在一些地区能够进行合作的空间。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美国现在最根本的是放下这种排他性的安排，在地缘博弈方面来放弃美国的这种零和思维的一些旧有的模式。那么未来呢，中美对于太平洋岛国来说会看到更多的合作前景，而并非美国现在刻意渲染的这种竞争的色彩。中国和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不断深化，这本来是正常的国家交往，但美国却霸权主义作祟，从中作梗。一项美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的协议显示，在巴新海域巡逻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将有权在没有巴新官员在场的情况下，登临巴新专属经济区的外国船只进行所谓检查。美国海岸警卫队发言人还扬言称，这包括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舆论认为，这种美国赤裸裸损害巴新主权的行径与强盗行为无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周首访南太岛国巴新，签订一项随船观察员协议。路透社7月31号披露了这项协议的一些细节。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项条款规定，允许美国海岸警卫队官员代表巴新登上并搜查可疑船只，而不需要巴新法律官员作为随船观察员在场。美方对这种不平等条款十分满意。美国海岸警卫队发言人还发表一份挑衅性十足的声明，称任何在该国专属经济区捕鱼的渔船都可能被登临，即悬挂任何国旗的船只，包括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值得注意的是，协议签署后，美国防长奥斯汀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将于8月派遣一艘巡逻艇到巴新进行所谓执法。路透社认为，很显然，美国与巴新签署的新协议针对的就是中国。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在南太海域运营大型远洋捕鱼船队，中国海军舰艇定期通过澳大利亚与巴新之间的海峡航行，以及中国商船在澳大利亚海岸停靠都增加了。因此，美方认为有必要在南太海域建立安全存在。很显然呢，现在美国政府非常重视与南太地区的合作，而一方面呢是美国非常关注自己所谓在海洋的这种影响力的进一步的提升，海洋的控制权是美国的核心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观察到一个细节，就是近些年美国更多的动用海岸警卫队与相关国家进行所谓的执法合作，而背后展现出的是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与相关国家在安全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绑定，同时呢进行大国竞争的目标。观察指出，自中国去年4月与所罗门群岛签订双边安全框架协议后，美国对中国在南太地区持续扩大影响力越来越坐不住。美方正试图把南太地区军事化，想把南太岛国打造成南半球恶华的战略支点。
今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巴新期间，签署了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有媒体披露，该协议的内容显示，美军可不受限地使用6处巴新关键基地，美军机还可利用巴新基地开展情报侦察活动。美国甚至对驻巴新的美方人员拥有治外法权，这意味着美国人在巴新犯了罪，当地的法院却无权对其进行审判，是赤裸裸的不平等条款。法新社认为，巴新接受与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将削弱这个南太平洋国家所坚决维护的独立地位。巴新国内舆论也担心，此举会惹恼巴新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他们还指出，在签署协议后，美方立即发声明，将此事与中国进行关联，明显是让巴新政府难堪。实际上，美国海岸警卫队是美国国内的执法机构，美国海岸警卫队一国执法的行为是对巴新主权的极大损害，也给所有南太岛国敲响主权独立的警钟。美国现在在对南太加强影响力的过程当中，在试图排除中国的影响，在与中国在进行这种排他性的竞争，同时呢，通过这种所谓的执法合作，意味着未来中美在海上会有更多可能会发生不测事件乃至冲突的风险。通常而言，媒体所称的南太平洋地区主要由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3大群岛组成，共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4个独立岛国。这些岛屿距离主要大陆十分遥远，还有媒体用被遗忘之地来形容。2战后，美国曾把南太地区用作核武器试验场和核废料堆放场，其中最知名的是比基尼岛。这片珊瑚堡礁位于马绍尔群岛北端。冷战期间，美国在此地先后进行60多次核试验，给当地人造成严重的健康和环境灾难。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段惨痛的经历，南太岛国也是最激烈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地区之一。为了笼络当地人，美国在冷战期间对南太国家进行了经济援助，但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南太地区已经失去战略价值，大幅减少经济援助，关闭大使馆，撤走志愿人员。美国与南太国家的关系进入长达约30年的休眠。最近10几年，中国同南太岛国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互利合作，受到这些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欢迎。以所罗门群岛为例，虽然中所建交才4年，但截至去年，双边贸易就达到约5亿美元。所罗门群岛2/3的出口商品输往中国。由于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潜力巨大，目前已经有10个太平洋岛国与中国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然而，美国的战略焦虑却不断加深。在零和博弈的思维下，美方一改此前对南太国家几乎不闻不问的态度，变得十分热情。不仅频繁派高官造访，许诺巨额援助，还拉7国集团国家在南太推动所谓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